哎，我家出了点事儿，大事儿！张拿铁的户口本被他奶整丢了，我现在得全网呼唤一下，希望广大热心网友谁看着了跟我说，因为现在孩子有点受刺激。众所周知，张拿铁以前是个黑户，1个月前刚拿到了铁岭户口，从此在短视频领域兴风作浪，目中无人。齐飞，我要喝可乐。猜猜，我要喝可乐。再姐姐，我要喝可乐。我要喝可。挺猖獗这么个人，但是他奶心太大了，太喜欢跟人唠嗑。在机场有人夸他一句年轻，跟人聊开心了，把装张拿铁东西的一个小塑料袋给整丢了。可怜张拿铁来到这个世界2年，混到1个户口，才炫耀3周，见到他奶几天没了。完事张拿铁吧，他本来就跟他奶还不亲呢。咱说语言上啊、饮食上啊、三观格局上啊，方方面面还存在着很大的壁垒。比如在熊猫基地看大熊猫那天，早上拿铁起来晚了没洗澡，温迪呢一天得洗2次澡，洗澡强迫症，就一直着急这事儿。结果在熊猫基地的公共厕所发现洗手间里有个水管子，直接拿起来给拿铁浇了个凉水澡，给张拿铁气坏了。这2岁老头人是喜欢热水泡脚的人，不喜寒凉，但他奶就是不听，本来就有矛盾，你说这一整不就完了吗？所以我都没敢告诉拿铁，我真怕张拿铁要劲儿上来跟他奶绝交，我就骗拿铁，我说放心吧，肯定给你找着。然后我就告诉温迪，我说你赶紧想点什么招贿赂他一下，你买点好吃的，小孩好骗。温迪说那好吧，我去给孙子买点啥道个歉。然后我们这不就去了吗？他奶去的路上还跟我说要给孙子负荆请罪呢。到了山姆全忘了，这是吃那是吃，各网点试吃一遍，看着有牛排直勾就过去了，跟我说你看这小纹路看着就好吃，咱俩你2片我2片行不行？然后开始在琳琅满目的月饼世界里沉醉。张拿铁以为他奶是给自己买月饼，我当时就觉得我儿子还是单纯。虽然牛排上他占了我点便宜，回家还是吃亏了。他以为他买的那个百年古树好普洱茶是个月饼，直接给掰了，边掰边捣鼓。我这月饼有点素，怎么还有点干巴呢？大胖姐说我就爱吃干巴月饼，都给我吧。本来这去趟山姆矛盾都快化解了，结果温迪自己找事儿。拿铁和早达都以为奶奶都说了给他们买月饼，那肯定是1人1盒，没想到奶奶的意思是1人1块。张拿铁偷吃，他奶不让，说那是他买的，只能1人1块。大胖媳妇不乐意，就开始挑事儿了，跟张拿铁说你的户口本丢了，你是不是忘了？你是不是忘本了？我告诉你是你奶丢的。早达也跟着补刀，他是不是伤害了你？拿铁痛苦的记忆被激活了。拿铁想起来了，他户籍铁岭，他民族汉族，他不能忘记他的身份象征户口本，他不能忘本，但是他找不到他的本了。铁哥现在整个人感觉那股劲儿都没了，都不硬气了。张拿铁去厨房想再要1块月饼，他们一顿回答他啥也没听懂。以前的铁哥会问这是什么声音，啥玩意儿啊？现在的他从人群中走远，来到了我身边，说这是谁的家？这是谁的家？最后还是姐姐早达非常暖心，把姥爷的户口借过来给拿铁看。张拿铁，奶汉服，户籍铁岭，62岁。拿铁暂时开心。都说中秋节谁是你最想见的人？那个曾经有户口有骄傲的拿铁是我们最想见的人。所以我现在全网呼吁啊，就谁捡着俺家张拿铁户口，你全家就是5年的月饼俺家都包了，或者你谈啥条件都可以，看谁找着俺家拿铁户口了。哎呀，很多人都问我，俺家张拿铁为什么这么讨厌外国的东西？我曾经也困惑过，但是经过了1年多的观察，我发现也不能怪孩子，这孩子其实是对人不对事儿，他主要是不适应他爸。按道理讲，就算张拿铁1岁之前没见过他爸，到今天这爷俩也认识2年了，怎么就感觉跟人家别人家的父子相比不太对劲儿呢？正好这2天我在家的时间比较多，我就仔细观察。那么让我们一起走进大型纪录片《外来媳妇儿本地儿》。第一，大胖媳妇非常阻碍张拿铁养生。张拿铁从小跟着姥爷长大，非常喜欢喝热水。你知道那些喜欢喝热水的人都喜欢吹热水，因为他们需要一个精准的温度，就是我需要它凉一点点，但不是真凉。大胖媳妇看见张拿铁吹热水，非常热心肠。不要先。吃个饭，这个爸爸也不懂得照顾孩子。爸爸帮助你。第二，张拿铁老干部喜欢静，任何老外的那种狂欢奔放类的东西他都很难接受。当年他姐早打去参加一个外国小孩的生日趴，你们也知道张拿铁遇到狂欢文化有多不适应，他不能理解用狂欢玩水枪避暑的行为。他受到的姥爷的教育是心静自然凉。我在干啥？但是自从他这个爸爸回来，这个家就是嘈杂的。拿去，这个 rumba， 为什么 rumba？Let's rumba rumba rumba，Let's rumba。你上次扔吧，你上次扔吧，你们干啥玩意？
即使我在客厅办公，拿铁的遭遇也能尽收眼底。这不，我家换了小米大屏开挖神器，5英寸高清可移动看护大屏，还有 AI 智能看护功能，能检测哭声和咳嗽。拿铁一不对劲就会提醒我去看看咋回事，就算很忙也能安心做自己的事儿。第3，也就是最严重的，就是这个语言。张拿铁不会英语和大胖媳妇不会汉语，实现了一个精准的风险对冲，导致他俩的沟通会陷入一个城门楼子和胯骨轴子的闭环。你吃敷了吗？我有口红，为什么你吃恐龙？这是口红。这是妈妈的。他爸领孩子在楼下玩，张拿铁想告诉他爸这个石头拔屁股，他爸啥也没听懂。爸爸，我肚子疼。谁是霸王龙？爸爸真这个老妖精吗？我没有眼睛，没有眼睛。我今晚全很高，全很高。哎，给你们爆点料，我们家张拿铁测智商是一个天才，但是未来身高1.59米。是这样的，前2天我出差了，我妈在俺家，她就看着张拿铁和他爸也算认识1年多了，居然啥也沟通不了，全靠比划。我妈就担心张拿铁是不是智商有问题，发育迟缓，趁我不在就领他去测了个智商。然后我出差回来了，我一进屋，我妈当家直接冲我放了个大礼炮，给我吓一跳。我妈告我，你儿子张拿铁智商159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天才，比巴基斯坦就低1分。我说妈，等一下，第一啊，智商160那个叫爱因斯坦。第2，这事儿听着有点玄乎呢，你先别跟别人说呗。我妈说全体领都知道了。我妈说这种情况人医生都说了，大概率是父母有一方就是那种超智商人群，但可能没被发现，孩子就非常容易遗传。我说妈，那我肯定不是天才。于是我跟我妈就一起看向旁边的大胖媳妇，母女2人的心里此时不约而同地问着一个问题：莫非他是一个天才？哎，正好放假，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，我用24小时重新观察了一下大胖媳妇。早上我们带着孩子去游乐场，在路上他就问我说：哎，老有人问我家住哪，我想礼貌的回答他们，但我又不想说咱家小区，你告诉我怎么能给到一个泛泛的回答方式？我说你就说你家住九仙桥，九仙桥是一个区域。大胖天才认真的记了一路，为了记住，在路上还比划呢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九仙桥。结果到了游乐场，人家问你们家住哪儿？如果近的话可以办卡。大胖媳妇立马抢答：不近，我们家住七仙女。不近，我家就在七所边，七所边。我都懵了，我说咱家为啥住七仙女啊？啊，对，是9，我咋把9记成7了呢？然后我妈呢，为了给张拿铁营造出一个要当科学家的这个成长环境，买了一个牛顿的画像，挂在了张拿铁婴儿床的正上方。我们回到家，大胖媳妇一进屋吓一跳，问我这人谁呀？这个人呢，他们课本中也学过，叫 Isaac Newton， 他也不知道这个人在中国的名叫牛顿。大胖媳妇说，汉字我几乎不认识，但是牛我认识，非常厉害的意思。这个顿他得多厉害，让中国人给他赐姓的时候赐他姓牛。我一直很羡慕中国这一点，就你们老祖宗在给自己选姓的时候可以让自己姓牛，这事儿多牛！你没听说过一个外国人，哎，他姓 fantastic。结果拿铁不吃这套，沉迷奥特曼无法自拔。奇妙积木新出了奥特超甲英雄，除人气英雄，还有人气怪兽加拉特龙，工艺质感太牛了，有积木骨架，好操作易上手，孩子纵享拼装乐趣，配备丰富道具，拼完还能继续玩，诚意满满。然而啊，很遗憾，张拿铁是天才这个事儿，它是一场骗局，因为我妈没告诉我全部实情。原来那个测试的诊所啊，他测出张拿铁智商紧逼爱因斯坦的同时呢，还测他未来身高1.59米，跟我妈说，哎，不得不说这是巨大的遗憾。然后我妈就买了人家20节课，说要按摩把他的骨头摁开，然后就长个了。我一听，我说这肯定是被骗了嘛，张拿铁和他爸就都不是天才。我在公园，当时我跟我妈说，我说妈，这肯定都是骗术。我妈不信，说张拿铁和他爸都是天才。我说妈，我求你了，你现在看一眼他俩。爸爸衣服都脱了。爸爸比他大，他比爸爸小，爸是他哥。你爸跟人咋比？你爸给自己还整了个大的。爸整个大的。